你想说什么，便说吧。西月，咱们在这宫里都活了快半辈子了，却还是活在别人的算计里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被你们算计进了冷宫，好歹现在出来了。你如今这个样子，你知道是为何吗？除了你算计我，还能有谁？皇上让齐汝给你医病，你的身子却是越来越差，这是我能算计的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现在喝的药里边，比齐汝给你开的方子多加了几味药。多加了这几味药呢，从症状上看也是有所缓解，但其实是伤了你的元气的。齐汝为何要害我？还是谁指使他这么做的？是皇上？太后？这件事呢，我只能知道这么多。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，或许你更没有想到。你想说便说吧。把那镯子给我。要镯子做什么？你我侍奉皇上多年，一直未有子嗣，全拜这个镯子所赐。这镯子里边藏着伤人血气，让女子不孕的零陵香。零陵香。哪有什么零陵香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何还一样带着？我的运气比你好一些，有一次摔坏了镯子，里边的脏东西掉出来，才知道了关窍。我现在戴的镯子自然是剔除了零陵香的，不过我到现在也未有身孕，也不知是不是让它伤了根本。他为何要这般害我？你对皇后忠心耿耿，她却是把你当做一个可利用之人。而我至于她呢，从前底选福晋的时候就落下了心病，忌惮之外，也需要防备。她送你我这个镯子，就已经拿定主意，不让咱们生养了。怪不得我们一碗一碗的坐胎药喝下去，也无济于事。他为何要这般对我？我对他忠心耿耿，鞍前马后，从不敢有二心。他说什么我都听，什么样的事我都做在他前头。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，他为什么要断了我这般念想？为什么？
告诉我这些？是不是就想知道我们对你做了什么？这背后可少不了皇后的支持。今日我便说给你听。你要真想说，便说给最该知道的人听吧。等等，你等一等，如意，本宫求求你，让我见皇上一面，让我见皇上一面。如意，如意，我求求你，让我见皇上一次，让我去见皇上一次。如意，奴婢扶您起来，让我见皇上一次。如意，让我见皇上一次，我要见皇上。如意。皇上想什么呢？想起西月刚入前邸，娇羞可爱。皇上去看看他吧。朕不去，你也来劝朕。刚才高斌还上书进言，说牵挂贵妃。贵妃呢，怕是不行了。一旦离世，如果高斌问起贵妃临死前的状况，皇上还得有话可说才行。皇上也一向顾及贵妃的颜面，并未对外张扬他所做下的恶行。如今他想见皇上一面，皇上就成全他吧。皇上怎么还不来啊？您问了许多遍了，方才李公公来传旨，皇上一定会来的。主儿，皇上来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还病着，就别劳碌了。起来吧。皇上也坐吧。
莫歇，你先下去吧，我跟皇上单独待一会儿。是。皇上，自迎春家宴以来，我们已有3年10个月未见面了。臣妾容色衰败，自知依此面目求见，实乃不敬。可臣妾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还是想见皇上最后一面。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这么费心打扮。这身是臣妾封贵妃时的装扮，臣妾穿着它，便想起皇上往昔对臣妾的爱护。臣妾想穿着它跟皇上说说话。朕倒是有些话想先对你说。子弑父为孝，妻妾尊父则为顺。臣敬君为公，奴才奉主为忠。你扪心自问，这些你都做到了吗？恭顺忠孝，你在朕的背后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事情？皇上真去看贵妃了。据说贵妃已是弥留之际，为着人情，皇上去看她一眼也是应该的。那贵妃会不会乱说话？不会吧？她若敢攀扯娘娘，就是攀扯她自己。高氏一门的荣华，难道她不要了？就算她要乱咬，皇上也断不会相信她这些疯话的。臣妾自知罪孽深重，并不敢祈求皇上原谅。有些话本打算至死不言，如今却不得不说。只要你说的是实情，朕不会因为你的言行而牵连你的母族。为探测您心意，皇后将莲心嫁与王钦，加以笼络。阿若也是得了皇后的诏咐，才敢出卖贤妃。端回太子薨后，皇后认为是贤妃诅咒，便满心怨恨。臣妾未顺皇后心意，命双喜将毒蛇放入冷宫谋害贤妃。重阳佳节，皇后又指使臣妾烧死贤妃，使贤妃得风湿之类小恶。固然有嘉妃收起药力，但事情是皇后让臣妾做的。就这些了。皇上可还记得这个翡翠珠镯啊？这是你和贤妃嫁入前邸时，皇后亲手赠的，怎么会断了？这么好的东西，皇后自己不戴，却赏赐给了臣妾和贤妃，臣妾真是感恩戴德。可没想到，她在这里面藏了这么好的零陵香。长久佩戴零陵香，便难以成孕。臣妾和贤妃一戴就是10数年，连自己为什么没有孩子都不知道。皇后出身显赫，她怎么会懂得这种下作手段？
他也不懂要理啊。皇上，一个人想作恶，没有什么是懂不得、学不会的。贵妃，皇后是中宫之主，你可知污蔑皇后是什么罪名？臣妾知道，在您心中，皇后是一位最合适不过的皇后。您是不是害怕？害怕她就是让您真正失望的那个人？皇后是否让朕失望，还是两说。倒是你，是真让朕失望了。臣妾虽然罪不可恕，可臣妾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日？这里面难道就没有您的半分缘由吗？有一句话，臣妾今天一定得问清楚，否则到了地底下，也不能瞑目。你问。臣妾受其太医诏咐，可为何越吃越病？气虚血瘀加重，以致元气大伤。便是没有那林灵香，也难有身孕。朕原知道你生来有气虚血瘀之症，才让齐汝为你细心调养，连你的子嗣也不强求，却没想到你今日这么问朕。是皇上不强求，还是根本不想要跟臣妾的孩子？当年在前地选福姐，3个人里您唯独没选臣妾。若不是先帝跟太后，您也不会选臣妾当格格的。后来您宠了臣妾很多年，又让齐汝来为臣妾调理身子。臣妾以为您是真心喜欢臣妾的，可臣妾错了。方才你也说了，朕宠了你很多年。朕既然宠你，又为何要对你下手呢？皇上所言可真啊！真？什么是真？西月，你还记得你自己当初的模样吗？朕还记得初见你时，你是何等的娇柔，但如今，你如何会变成连皇嗣都敢谋害的毒妇了？罢了，你身子不好，也该歇息了。一旦哪天你走了，朕会赐你个谥号，给你一个好的结果，也不枉你服侍朕这么多年。皇上连臣妾的谥号都想好了，那就容臣妾自己说一句吧。臣妾这一辈子如痴梦一场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只盼下辈子嫁得寻常人家，相夫教子，也做一回贤德良善之人。这是你最后的请求，朕不会不答应。朕便赐你贤字作为谥号，也作为你下辈子的期许吧。皇上，虽然您不承认用齐汝算起了臣妾，可除了您，
还有谁呢？就让臣妾也算计您一回吧。如果是您，老天会收了您去；如果不是，您就病痛一场，受点苦楚，当臣妾对不住您吧。主儿，奴婢扶您起来。主儿，莫心，去把皇上刚刚做的垫子烧了，快去！奴婢这就去。主儿，务必烧干净，那染了疥虫的脏东西留不得，什么痕迹都不要留下。奴婢记住了。皇上，咱们这是去翊坤宫吧。这。主儿，皇上来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皇上这么晚还过来？啊，你这让人心惊，真想来你这坐坐。皇上坐吧。如意啊，来，你这猪肘啊，样式旧了，以后别再戴了。明天正让内务府的人送个最好的翡翠镯来，再叫太医送些好的补品，让你补补身子。李煜，拿去扔了。这。谢皇上，皇上坐吧。皇上去见过贵妃了。他对朕说了很多话。如意，你会算计人吗？臣妾不知道皇上说的算计指的是什么。若有人陷害臣妾、欺负臣妾，臣妾自不会坐以待毙，也会自保。若皇上说的算计是这个，那臣妾是会的。那你会算计朕吗？臣妾愿与皇上永不相弃。来，如意啊，你也别怪朕问你这些，只是贵妃今日所言，叫朕不得不疑惑。朕平日待他们不薄，他们也都似乎用心待朕，可今日，朕忽然觉得他们好陌生。真真假假，他们在朕的背后，不知道做了多少朕不知晓的事情。他们待朕的真心，又有几分呢？臣妾明白皇上的忧虑。如意啊，朕知道贵妃命不久矣。无论她之前做过些什么，在面子上，朕还想给她个体面。臣妾明白，皇上圣明。李煜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贵妃敬为皇贵妃，娴妃和纯妃敬为贵妃，余嫔则敬为余妃。这。臣妾谢皇上厚爱。起来吧。如意啊，要你和纯妃同时敬为贵妃位，是委屈了你。只是纯妃替朕诞下2个皇子，又抚养永皇，朕不得不多眷顾她。是臣妾无能，不能为皇上颜面此死。
无论有没有子嗣，朕都不会薄了你与朕的情分，你放心。珠儿，您醒了。您今天的气色好多了。我好久都没睡那么踏实了。刚刚还做了个梦，梦见阿玛跟额娘，他们说念着我，让我病好了就赶快回家。恭喜珠儿，皇上晋封您为皇贵妃了。莫喜，我在古董房给你安排了个差事，到时候内府的人就会来传你。奴婢不离开主。你一定要记得是谁害的我。奴婢一定记着。外面是不是下雪了？是的，主儿。我想去院里看看。哎呦，你看看这雪，下个不停啊！皇上对惠贤皇贵妃情深一片，哀痛不已，连老天爷都跟着哭呢。情深一片。皇上大办丧仪，倒是安慰了高斌。听说高斌对皇上感激涕零呢。骨肉分离之痛，哀家尝了，也该高斌尝尝了。也是这些年，齐汝差事办得好啊。齐汝差事办的是不错，可是高氏自己这些年恶事做的也不少，也是他罪有应得，咎由自取。这雪是越下越大了。是啊。
皇上对皇贵妃情深意长。听闻皇贵妃去世之前，曾请求皇上以贤字为氏，皇上允准。但愿来日，皇上亦能将贤字赐予臣妾，臣妾便死而无憾了。皇后春秋正盛，怎会出此伤感之语？我朝皇后上世皆用孝字，倘若来日皇上能将贤字赐予臣妾，臣妾自当终身自立，以敬此二字。自从皇贵妃去世之后，皇上悲痛不已，再也未曾进过臣妾的长春宫。不知皇上是否是责怪臣妾未能照顾好皇贵妃呢？朕是想着，皇后与皇贵妃相知相伴多年，怕触景伤情罢了。皇贵妃临终前和朕说了很多肺腑之言，朕每每想起，依然很是哀思。皇上情深意长。皇上今夜要亲自去咸福宫，对着皇贵妃的画像倾吐衷肠。想来皇贵妃临死前未说完的话，在梦里要和皇上好好说一说。皇贵妃早逝，心中最牵挂放不下的，也是家中父兄。臣妾恳请皇上，若是眷顾皇贵妃，就请眷顾她族中的亲眷吧。皇后，皇贵妃父兄之事，乃是朝政之事，与后宫事宜无关，皇后无需多言。臣妾不该干预朝政，臣妾知错。皇上内外分明，从不以私情干涉朝政。皇后娘娘陪着皇上这么多年，应该十分明白的。贤贵妃说的是。贤贵妃，本宫赐给你的莲花手镯，你怎么不戴了？那手镯和皇贵妃的那只是一对的。既然皇贵妃已经离世了，朕就让贤贵妃拿下了，以免伤情。还有一事，永皇的生母哲妃死得可怜，朕会下旨追封哲妃为哲敏皇贵妃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皇上，您从未对皇后娘娘这样说过话。高氏身死，朕的心里始终有一个结。在高氏的娇美面孔之下，藏的是狠毒之心；而在皇后的贤惠端方之下，又会是什么呢？朕真的很难看清楚。娘娘，莲心，你出去伺候吧。是。
娘娘，您怎么了？皇上突然让贤贵妃摘下了那镯子，他们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？不会吧？那对镯子，皇贵妃与贤贵妃这么多年都没有察觉异样，如今怎么会？皇上也说了，是怕看见了睹物伤情，您就不要多思忧虑了。那朱茵呢？皇上怎么突然封她为哲米皇贵妃？她生女难产而亡，皇上为何要旧事重提，还说她可怜？这话里必定是有话，他是不是在暗示责问本宫什么？皇上大约是觉得哲米皇贵妃年纪轻轻就走了，应该没有别的意思。可本宫总是觉得不安。自从高氏死后，皇上便有些疏远本宫。今天贤贵妃还说什么高氏临死前还有一些没有说完的话。苏莲，她是不是临死的时候跟皇上说了些什么，让皇上猜忌了本宫？娘娘，会的。贤贵妃不过是应和皇上罢了，皇贵妃也不敢出卖您啊。她要真说了您什么，那不就等于把她自己也出卖了吗？您且看皇上追视皇贵妃的样子，那般情深意长。如果皇上真的知道什么，又怎会如此啊？奴婢听御前的人说，皇上龙体似有不安，已经好几日未往后宫来了。就连贤贵妃身体也不好，一同留在两心殿。皇上是哪里不舒服？可传了奇辱？这奴婢也不知。本宫也见不到皇上，你快去打听一下。啊，是。哎，不对，你陪着本宫去慈宁宫，本宫去请皇额娘。哦，是。太后，皇后娘娘，皇上的病是会过人的，所以奴才斗胆拦着二位，小心凤体。微臣请太后娘娘安，请皇后娘娘安。皇上他要不要紧？到底是什么症候啊？皇上是得的疥疮，这病原是在咸福宫的宫女中发过。李公公也说，会嫌皇贵妃薨前，皇上去过咸福宫，不知是否是那时染上的。起来吧。是。到底要不要紧？皇上怕是染上一段时间了。脓包迭起，破流止水，加上之前皇上隐忍不言，时至今时今日，这病确实是有些重了。这可怎么好？皇额娘，你让儿臣去亲自照顾皇上吧。这些日子都是谁在侍寝？取进士房的当来。儿臣已经查过记档，除了纯贵妃和淑嫔各侍寝一次之外，其余的只有贤贵妃了。纯贵妃再度遇袭，正是养身子的时候。贤贵妃呢？贤贵妃事急辛劳，而后得了跟皇上一样的症候，正在偏殿养着呢。皇后，咱们先去看看皇帝。太后、皇后娘娘乃万金之体，不能贸然进入，这病是会过人的，一定要小心。还是先到暖阁备些东西，方才妥一些。好。太后与皇后娘娘请随奴才过来，记得千万别动皇上动过的东西，一切奴才动手即可。嗯。太后，皇上刚刚服了药，已经睡下了。我看看。皇帝，呀，齐汝啊，都给皇帝和贤贵妃用的什么药啊？可有起色？回太后，皇上现在每日服用黄连解毒汤，
另用盐花、麻齿苋还有蒲公英熬好的药水擦拭身体。贤贵妃得的病症晚一些，虽然发热较重，但并不比皇上病势凶险，已经见效了。你好好治着，一应汤药得亲自看着。是。哎呀，你是六宫之主，很该知道这个时候落眼泪是没有用处的。若是你哭，皇帝就能痊愈，那哀家陪着你一起哭。皇额娘息怒，儿臣也是担心皇上。皇帝不是什么大枕头，你这个眼泪，扑嚓扑嚓轻易掉，晦气不晦气啊？儿臣明白了，但凭皇额娘吩咐。贤贵妃病着，那宫中其他嫔妃可以轮侍。纯贵妃刚有孕，嘉妃要抚养皇子，都不必来了。余者，梅嫔、淑嫔都是皇帝心爱之人，可以多多侍奉。余妃庆常在，晚常在，也可随侍。你是皇后，调度上用些心就是了。皇额娘，皇上的病是会过人的，若是六宫轮侍，万一都染上了病症，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。皇额娘若是觉得儿臣还算妥当，儿臣自请照顾皇上，必定日夜侍奉，不离半步。皇后和皇帝如此恩爱，那就由了皇后。支撑不住时，哀家自会派人帮你。是。快去吧。儿臣恭送皇额娘。快进去。娘娘歇一歇，让奴婢来伺候吧。不必了，你去看着点皇上的药，别错了火候。是。还有，虽然太后叮嘱了不必那些嫔妃过来侍奉，但总还有几个不安分的。李煜，你叮嘱下去，未免病气过人，不许他们进养心殿。这。可娘娘在这儿，那六宫的事儿，让嘉妃略略照应就是。是。皇上，臣妾一个人在这儿陪你，现在清清静静的，没有人再来打扰我们了。请贤贵妃娘娘安。贤贵妃娘娘，皇后娘娘在里面了。只有皇后娘娘在吧？皇后娘娘不许六宫前来侍奉，以防病症传染，所以一直是娘娘一个人在里面。皇后也是够有心的。皇后到底是六宫之主，贤贵妃娘娘，您还病着呢，不如先回去养好自己身体吧。那你去回禀皇后，本宫来过。这。皇上卧病，咱们比谁都悬心。只是惭愧的紧，我怀着身孕，
恐怕是头一个不能市集的。姐姐位高有德，咱们也是替皇上着急，才来请姐姐去跟皇后娘娘说一声，也好让咱们都能轮流市集啊。皇后娘娘也是怕皇上的病过人，才不叫咱们去的。嫔妾侍奉皇上的日子也不算短，即便这病会过人，嫔妾也是不怕的。只是这病气只皇后娘娘一个人陪着，才最让人担心。惠贤皇贵妃薨逝不久，贤贵妃又病着，若是皇后娘娘再出什么事，这后宫岂不大乱了？那不还有嘉妃您吗？纯贵妃玉玺，皇后将六宫的事儿大部分都交给了您，不如咱一同托了您去向皇后陈情的好。皇后娘娘跟前儿哪有我说嘴的去处啊？姐姐们慢聊，嫔妾先走。这古拐性子，又走了。她素来如此，由着她吧。不怪主看不上他们，又想去皇上跟前侍疾争宠，又不敢做出头鸟，赶到皇后跟前去，一个拱着一个的。既然知道他们的心思，又何必说出来呢？岂不和他们一样？主儿，那我们去哪里啊？安华殿。如今我也不能到近前侍奉，能去安华殿祈福，也算尽点心意吧。总比他们在这聒噪的强。淑嫔娘娘的心意已经到了，只是若要皇上痊愈，您还得亲自将画的经幡挂在院中，为皇上祈福。主儿，主儿，您慢点儿。主儿，要不我来帮您吧？不用，这天都快黑了，雨又下得这么大，我来帮您挂吧。不行，别人挂了就不灵验了，我自己来。主儿，你小心。皇上，您醒了。贤贵妃都累成这样了，还不服下去让她歇歇？皇上，这是皇后娘娘。皇后怎么来了？皇上，自从贤贵妃病倒了，都是皇后娘娘衣不解带的为您侍疾。皇上，你醒了。你辛苦了。李煜在。皇后累了，让皇后去歇歇吧，让淑嫔过来照顾朕。这，皇上，臣妾知道，皇上不愿意见臣妾，可您病着，臣妾是你的发妻，怎能不在床前悉心照顾？皇上的病是会过人的，贤贵妃已经病倒了。若是六宫之中再有什么不妥，累及儿女，岂不是臣妾的过错？皇上若是不肯见臣妾，臣妾可以以杀亲覆灭，只求皇上能容臣妾如宫人一般侍奉就好。朕不是不愿见你，只是怕你照顾朕太过于辛劳。只要能侍奉皇上痊愈，臣妾怕什么？娘娘，你为皇上熬的粥好了。
皇上，喝一点粥吧。皇上，这是娘娘亲手熬的，熬了好几个时辰呢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听闻皇上近来病好些了，臣妾想来看看皇上。淑嫔，皇上的病是会过人的，眼下还没大好呢，你还是回去再等等吧，免得受了病气。皇后娘娘好生辛劳，独自守着皇上，却忘了自己还有和静公主需要照顾，倒不比臣妾这样无儿无女的毫无牵挂，想来侍奉皇上更为方便吧。你还年轻，这万一得了疥疮伤了容颜，那日后还如何能侍奉皇上呢？皇后娘娘真是贤惠啊，独自照顾皇上，臣妾等人想见一面都不能。罢了，这是臣妾亲手为皇上编织的福袋，也请安华殿法师开过光，能否请皇后娘娘替嫔妾转交呢？这福袋甚好，不过还是等着日后淑嫔亲自交给皇上，才更有新意。你还是回去吧。自从皇上病好了，除了皇后娘娘，便是让贤贵妃和那个淑嫔陪着她最多了。妹妹真是有日子没见到皇上了。皇上待皇后娘娘亲厚得很，若不是我还怀着身孕，皇上怕是也不来看我了。纯贵妃主，中宫有喜了。真的？错不了，齐太医亲自诊的脉。下去吧。得，中宫怀了嫡子，我便是生出个金元宝来，皇上也不会来看一眼了。皇后日盼夜盼的，终于遇喜了。是啊，皇上高兴极了，总得要去喝一喝的。皇后遇喜与我何干？我既不是真的高兴，自然也不必假意去道贺。可总还是要相处下去，彼此也该留些情面。我啊，是真不喜欢他。这话你除了跟本宫说，你可不能跟旁人提起啊。知道了。我啊，也不过就是感伤罢了。皇上待我如此情深意重，自从齐太医说我身子产若不易有孕，每事情过后，皇上总是嘱托人拿坐胎药给我。只是喝了这么些年了，却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怕真的是我自己身子产弱的缘故吧。皇后为了再有身孕，喝了多少年坐胎药，
也不是到了今时今日才有好消息嘛。姐姐可曾喝过？那时候皇后娘娘为了让嫔妃多子嗣，和宫里都是赏过坐胎药的。不过也就是你最得皇上宠爱，这事情过后亲赐坐胎药的恩典，你是头一份儿。主儿，进宝公公来了。奴才请两位娘娘安。皇上让奴才给淑嫔娘娘送药。奴才告退。皇上还吩咐进宝要看着你喝完坐胎药啊。可不是嘛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快吃口甜的，去嘴里的苦味吧。这个呀是诸暨产的西施蛇，清甜俊永，臣妾最喜欢这些家乡点心了。你满口家乡的，真正不像一个满洲的哥哥，倒像是从诸暨走出来的江南闺秀呢。赵姨太，这次皇后娘娘玉玺，上下都得格外当心，尤其是饮食上，除了御膳备膳的厨子，还有你和我，旁人不许经手。哎，连连心都不能报。人越少越干净。还有，太医院几位德高望重的太医，一日3次轮流伺候着，一切都只为皇后娘娘平安诞下皇子。行，进去吧。怎么样？回夫人话，从胎相来看，十有八九是个皇子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等的就是您这句话。苏烈打赏是。啊，快给齐太医赐座。臣谢皇后娘娘恩典。齐太医，皇后娘娘，从目前来看，您的胎相虽好，可是从脉象来看呢，虚滑无力，脉细如丝。臣以为，难道龙胎不好？齐太医，您可别吓我。是这样，夫人，皇后娘娘已不是玉玺的最佳年纪。又因端惠太子之薨忧思过度，这些年神思操劳，导致体质虚弱。虽然微臣一直用药为皇后娘娘催孕，但是您在玉玺之前日夜侍疾，劳累过度，这便是玉玺的时间不太对。你只要告诉本宫，能不能保住龙胎？当然呢，但是皇后娘娘玉玺刚足3个月。为免母体孱弱，以致胎儿不保，臣打算稍爱保胎。稍爱保胎？是。那必是有滑胎之象啊。是啊。娘娘不要着急，臣这也是防患于未然。只要是能保住龙胎就好。那皇上那儿……您放心，臣会暂时替您隐瞒的。不，齐太医，您一定要让皇上知道，皇后娘娘替皇上怀嫡子有多么辛苦，多么艰难。即便您要稍爱，也必须皇上在侧陪伴娘娘，让皇上亲眼看着娘娘的辛苦，这样皇上才能对这孩子倍加重视。妾如明白。皇后娘娘，臣告退了。有劳您了，齐太医。
您可千万要记着，皇后娘娘腹中的龙胎不仅干系着富察氏的满门荣耀，也干系着您的身家性命，您可务必仔细着。是。额娘，你又何必吓唬齐汝呢？他做事也算当心了。我不是要他当心，是让他拼着性命护着你们母子。皇后娘娘，您的年纪不小了，这一胎若不能保证母子平安，往后咱们富察氏还指望什么呢？咱们富察氏的一切，就全指望着您这一胎了。我明白，我一定会生下嫡子，不让皇上失望，也不让额娘和富察氏全族失望。下去吧。立新，你先下去。听说皇后怀相不太好，那又能如何？如今皇上心思都在那儿，我膝下只有一子，而皇后怀有龙胎。若是皇后生下嫡子，那朕就什么都与我们无望了。皇后生男生女还未可知，诸如可现象反而在预习。皇上可还是去长春宫？皇后这一胎怀相不太好，朕有点放心不下。是。停！什么声响？仿佛是北琴。宫中会有北琴的，唯有嘉妃娘娘。娘娘，艾草不够了，臣下去再备些。有劳齐太医了。娘娘，纯贵妃生了位公主。好啊，陈贵妃也是儿女双全了。是，皇上也欢喜得很。说自和敬公主之后，宫中再未添过公主，所以给四公主取名为景琰，还赏了许多恩赏。本宫这儿也按贵妃的例，足足添一辈，赏纯贵妃母女。是。还有一事，
嘉妃遇袭已经2个月了。哦，都是好事。你去告诉嘉妃，让她好好安胎。皇额娘，是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快起来吧。皇额娘，您看儿臣画的画。不错啊，看来你跟郎画师学画很有长进啊。真的吗？郎先生也夸儿臣画的好呢。只是这画里只有你跟额娘，若是再添一个小阿哥，那就好了。只是，儿臣想在画上的时候，只有皇额娘陪着儿臣。都是要做姐姐的人了，不许小气。今日纯贵妃又生下一个女儿，这往后宫中就不止你一个公主了，你更要拿出做姐姐的气度。那公主和公主也是不一样的呀。儿臣是皇阿玛和皇额娘的女儿，是嫡出的公主。除非皇额娘再生一位妹妹出来，才能跟儿臣一样呢。不许胡说，皇额娘给你生的一定是个弟弟。是。莲心，快给本宫继续熏着。是。太后，今日是四公主喜丧的日子，您不去热闹热闹？行了，下去吧。罢了，哀家去皇后那里刚回来，有些乏了。皇后娘娘这一胎要紧。是啊，齐汝都告知哀家了。皇后都已经在烧艾了，能保到9月就万幸了。皇后娘娘年岁偏长，若是孩子再不足月，那便胎里弱了。要是淑嫔有个孩子就好了。虽说她每次侍寝后，皇上都让她服坐胎药，说是盼望早得子嗣，可奴婢怎么觉得那个药不大对头呢？是吗？难道皇帝是防着她是叶赫那拉氏的出身？再不济，皇帝是防着哀家。皇上若要防着太后，大可不收下庆常在和淑嫔，何必费这个麻烦？咱们这个皇帝心思深着呢。